意外发生了。哪是什么人民币啊，就是一堆白纸。婚礼上，新娘改口叫爸爸妈妈，公婆俩笑得合不拢嘴，分别递给新儿媳一个红包。看着红包的厚度，一定是按照事先说好的数目，公婆都是10001块，表示着新娘子钱金娥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。新娘钱金娥也是很懂礼节，手握红包，高举过头顶，向公婆90度深鞠躬。就在钱金娥鞠躬到90度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本来封好的红包舌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打开了，红包里面的人民币哗啦一下子全散落到了红地毯上。哪是什么人民币啊，就是一堆白纸，裁成了钱币的大小，白花花的一片。在场的亲朋好友全都乱了，顿时是议论纷纷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太不吉利了，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哎呦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时候有一个人可不干了，他大吼一声，拉着新娘子就要走。这人是谁呀？新娘钱金娥的父亲钱仁志。走，闺女，这婚咱不结了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钱金娥倒是比较冷静，他用力推开了父亲的大手。爸，你别冲动，肯定事出有因，先问清楚再说嘛。就在这同时，新郎马上发的父亲喜公公马大新，因为这意外太突然了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心脏病发作了，晕倒在地。这样一来，婚礼现场就更乱了，有说赶紧送医院的，有说先打120的，也有说赶快掐人中的。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了。还得说是新娘钱金娥，她依然是现场最冷静的一个人。上发，你赶快打急救电话。命令新郎打电话的同时，钱金娥分开人群，冲到公爹的近前。原来钱金娥是一位医生，她蹲下来这么一检查，哎呀，不好，病人已经停止了心跳，没有了呼吸。二话没说，钱金娥立即采取行动，给马大新做心肺复苏。时间不大，救护车到了。幸亏钱金娥行动迅速，抢救规范。这时候喜公公马大新已经有呼吸了，不过仍然十分危险。救护车上面设备齐全，上车就等于入院，一路风驰电掣赶往了医院。进入急救室之后，短短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医生下了3次病危通知，简直是把人快担心死了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需要交住院押金。由于筹备结婚、买房买车，外加彩礼什么的，家里已经一点钱都没有了。新娘钱金娥向父亲钱仁志开口：爸，您把彩礼转给上发吧，让他好去交费。没想到钱仁志把头一扭，非但不出钱，还要把女儿从医院带走。钱金娥好不容易连哄带劝，收的28万彩礼，钱仁志只退还了5万，同时还是要把女儿带走。这婚咱不结了，太不吉利了，改口费用白纸糊弄咱，还在结婚当天就住医院，这往后怎么可能有好日子过啊？钱金娥一直以来都是个乖乖女，对父亲百依百顺。今天此时此刻，她再也受不了了。钱仁志，我既然嫁给了马上发，就已经是马家的人了，你要是再在这胡闹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，就当没这个女儿吧。钱仁志没有想到女儿会突然这么硬气，他一气之下甩袖子离开医院回家去了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，喜公公马大新
终于脱离了危险。不过情况依然不乐观，由于病情复杂，需要尽快做一个复合手术，放置心脏支架的同时，还得做搭桥。关键是费用比较高，钱不够了。新娘钱金娥马上给父亲钱仁志打电话，让钱仁志把剩下的彩礼钱全部退回。可是呢，钱仁志的手机一直响，就是不接电话。钱金娥强压着怒火赶回家敲门，钱仁志明明在屋里，就是不给女儿开门。除非你跟马上发先离婚，我才能退彩礼钱，那样你再嫁别人才能再要彩礼，因为我一个人养你这么大，太不容易了，这钱啊，是我留着养老用的。钱金娥简直快要被气吐血了，可是毫无办法，她流着眼泪下了楼，找到一个角落，思来想去，只好给米芳打电话借钱了。米芳是谁呀？是钱金娥的妈妈。年轻的时候，米芳抛夫弃女，跟着别人跑了，好多年都没有来往过。现在钱金娥出于无奈，找到米芳的电话号码，打通了。米芳接到女儿的电话，很意外，一听钱金娥说要借钱给公爹治病救命，她哭了。孩子，我对不起你，要是有钱，我肯定拿给你。可现在我也在住院，住院费还是你舅舅给拿的呢。实在不行，要不你也问问你舅舅。钱金娥挂断电话，想了一想，一咬牙打通了舅舅的手机。舅舅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现在急需要钱，给公爹做手术。舅舅米生这么一听，孩子，我也没钱啊，最近为了给你妈治病，我都没告诉你，偷偷还向你对象借钱了呢。马上发这孩子真不错，很快就借给了我2万块。不过你先别急，救人要紧，舅舅马上去想办法，你就回医院等着去吧。钱金娥返回医院，心里也就明白了，丈夫马上发肯定是把改口费那2万块钱偷偷借给了自己的舅舅。可是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新郎马上发和他的妈妈2个人正在一筹莫展，怎么没钱给他爹治病啊？最近因为结婚，把亲戚们都借遍了，已经无处可以借钱了。嘿，新娘钱金娥前脚刚回医院，时间不大，舅舅米生就到了，一下子递给了新郎马上发23万块。感情他是找到了妹夫钱仁志，怒斥了一番，又好言相劝，总算是把剩下的彩礼钱啊全给要回来了。上发，你数数看够不够给你父亲做手术啊？交了费，手术很成功，喜公公马大新终于痊愈出院回家了。老伴儿这才向他坦白，说是就在儿子和儿媳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媳妇的舅舅为了给咱亲家母治病，想要借钱，我怕你心眼小，心脏还不好，所以我和儿子就瞒着你啊，把那改口费拿出去了。马大新这么一听，用手指了指老伴儿，你呀，我至于那么抠门吗？真是的，我这病啊，全是因为你。说完之后，老两口和小两口全都笑了。新娘钱金娥心里有气，不想理爸爸钱仁志了。新郎马上发劝妻子，不能这样，咱还是得回门去看望你爸爸才对。小两口回娘家，马上发安慰老丈人钱仁志，爸，您不要担心，钱我们可以慢慢努力去赚，无论如何，我和金娥一定会给您养老的。